欧美方的快速打磨修行，俯视视角、侧视视角、指尖视角，指托俯视要是两侧平行宽度，指尖视角。好，指托上完之后，我们先涂底胶，弹力底胶薄涂，然后揉进我们的刻痕当中。揉进刻痕有助于本甲与底胶的结合，用力下压，揉进刻痕。弹力底胶里面定制版短刷韧性很强，非常适合这样揉进划痕。左右两边的拐点要包裹完全，注意不要碰到皮肤，尽量贴近后缘皮肤，侧线包裹完全，不要碰到甲扣。好，照灯60秒。好，涂底胶的这个短刷要特别说一下，就是专门设计的底胶，因为要揉进划痕，所以说它的力道需要有韧性。可以看到它是短刷有韧性。这个款式我们用到的是彩色牛奶延长胶，因为它是带颜色的，我们可以一步完成它的延长、塑形和目标色的工作。好，我们取适量的延长胶，先去把它的形状和长度确认，衔接游离缘，确认长度。取适量的延长胶，我们把刚刚的长度确认完了之后，去把它侧线的范围给找出来。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我们的方形欧美方这个形状的边界线给它确定好，然后再把里面的胶铺匀。侧线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走的是甲沟直线，甲沟直线是包裹住整个本甲。彩色延长胶本身它的质地是延长胶的质地，所以说它的流速没有那么快。如果你希望它流速快一点，当建构胶来用的话，可以使用加热垫把它的流速增加的快一些，做建构也是可以的。但是它本身是一个延长胶的厚度。好，把侧线拉直，包裹住本甲，这点是非常重要的。用会拐弯的拉线笔去处理这个细节，你接下来打磨的这个空间就非常少了，几乎不需要怎么打磨。好，接下来我们来照灯30秒。好，照灯回来之后，我们把指托拆掉，先去掉包裹指关节的这一部分，然后我们捏指尖，把指尖的这个前端给释放出来。好，捏紧它，然后往下去一拆，它就掉了。不要去从 AB 点的地方去拆它，很容易让 AB 点撕裂。好，有这样一个形状之后，我们取适量的延长胶去打框架。这个时候我们打的框架呢，在甲床最宽处的大受力范围这个区域，不要去放到口袋里面。因为彩色延长胶本身它是带这个色浆的，高饱和度的色浆的。我们如果说直接打到口袋里的框架的话，会使得这个胶的本身厚度太厚。所以第一时间我们现在是包裹受力区间，然后打好框架之后取适量的延长胶给它做塑形。所以这一步我们考虑的是延长甲的塑形这个步骤。第二步叫做塑形。框架打好，取适量的延长胶。好，我们均匀分布一下胶体。这部分胶体跟后缘的距离可以大概是在2毫米左右。接下来我们换会拐弯的拉线笔，把这个胶均匀带到整个甲面延长的部分，让它均匀分布一下。用会拐弯的拉线笔就是做建构会方便很多，因为如果你用的是划线的那种极细的划线笔啊，它支撑力不够，你会觉得拖拽起来很费劲。会拐弯的拉线笔本身它是做极致单色用的，它的这个就是毛尖的位置是巨锋，然后比较细，那么笔身的位置它是相对有一定的支撑力的，所以用它去做建构调整是很方便的。然后这里有个气泡啊，如果你比较介意气泡的，我们在这一步就可以直接把它给挑掉就行了。好，把它铺盖上去，带到均匀。好，现在我们为塑形做准备。好，那么倒置调的是什么呢？倒置主要是让我们的胶体均匀分布，因为我们的胶是粘稠度比较高的延长胶。好的，调整到像这样的微宽，两侧微宽，我们就可以照灯了啊。我们做的是水桶方，所以我们用到的是平行塑形夹，也就是两侧夹子打开之后，它是一个平行状态的，不能用 V 型的，否则你就会变成梯形了啊。照灯10秒拿出来，测试一下胶是不是可以塑形，有没有干啊？点击指尖的位置看它没有软 ，OK， 指尖可以，然后再点一下胶比较厚的两侧位置 ，OK， 它也是可以的。好，我们接下来擦掉浮胶，擦掉浮胶，接下来去塑形。塑形夹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摆放。塑形夹是整个夹子的侧面的整个面去覆盖住我们指甲的侧线，否则的话你就会夹出小蛮腰，这样的情况就会夹出小蛮腰，指尖你碰不到它，所以我们要覆盖整个侧线才是正确的。好，我们来塑形。好，捏住我们甲床最宽处，
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的状态，已经是非常瘦了啊，已经是整体形状都有了。接下来我们给它去增加高度，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框打到口袋里面去了。而现在我们这一步就是先塑形，塑形完之后再进入口袋，分2步做，可以保证这个胶第一个它能够照干，不会出现你一挤它就爆浆的情况，或者是分离出来了。第二遍打框架，再填胶，目标就是增加高度，做出一个完结版建构的高度。用绘管的拉线笔调整一下细节，这个小笔非常的方便。还记得我们前面第一步纸托上面的框架几乎我们都不需要修，因为边缘是非常整齐的，这样减少了修行的时间。好，取适量的延长胶，放入我们的钢的框架，均匀分布，推到后缘里面去。因为前面框架已经有了，这一步我们即便往里面推也不会碰到皮肤，因为这个胶的张力非常好，它是延长胶，流速比较慢。好的，调整结束了之后，我们现在去照灯，照灯60秒。好，照灯60秒了之后，我们现在做一个动作，就是把指尖的这个周围啊，给它再包一圈。你看现在指尖现在由于重力的原因，由于重力我们建构的原因，指尖这个周围它是薄的，它有一个侧面看是往前去回收的一个动作，对吗？但是我们的水桶方这个方它应该是一个完全的平面，我们再取一点延长胶，围绕着指尖的位置，把前面的那个内收的那个部分给它补上去。这样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修出来了一个完全的平的直角，而不会由于前面那个端点它是内收的，我们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把它打短。可是这个长度我做的刚刚好的话，我就不需要打短了。这是另外一种方法啊，我们是有2种方法可以解决指尖的位置，一种是像我们封层完之后啊，给它从头推到我前面内收的，把那个内收的部分给磨短。第二个方法就是像这样子。好，照灯回来了之后，它现在是一个这样的状态。我们看一下，基本形状都已经有了。我们接下来只需要去把整个桶形它的侧线，然后整个高度去确认，还有底部形状线去确认。然后接下来再5面修形，擦掉浮胶。接下来我们来修甲部直线。甲部直线也就本身是方形的经状线，我们在贴服角度上是直接把错条平行于我的底部形状线，平行于甲部直线。错误角度不可以将错条抵在 AB 点的时候去拿，这样的话两边 AB 点就会被修缺掉。好，这是侧视的角度。来，我们俯视角度看一下错条怎么摆放。AB 点的位置是我前面已经拉的差不多了，我去轻轻带过 AB 点，而并不是直接卡在 AB 点去修。直接卡在 AB 点修就容易出现 AB 点出现缺口的情况。我们把两边甲部直线拉对称。接下来我们来做甲床直面，我们的错条摆放角度来看一下，上下上下上下的磨。好，因为本身桶形它的侧线就是甲床直面，它没有变形面，我们只要让甲床最宽处变瘦了，整个甲床最宽处与延长的部分全部都在一条直面上就可以了。好，另外一面按住我们的对面，然后给错条一个反作用力，这样的话不会让指甲晃动的太厉害。上下上下的磨啊，不是前后前后的磨。左右两边，左边做左，右边做左，两边相互找平它，不要一下子做的太过了，另外一边整不平了。好，来看一下指尖，通过指尖视角，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侧的厚度是一致的。那么这样，我们两边的甲床直面就 OK 了。接下来我们来确定指尖顶部的厚度。那这个时候我们之前有学到过，欧美方它的指尖的高度与甲床的高点是同一个高度。我们现在来先看一下它的厚度跟我们两侧刚刚已经确定好的厚度是否是一致的。好，我们现在看到指尖的位置是比我们两侧的位置稍微厚的，而这个厚的部分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用胶补出来的那一小圈啊？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小圈给打掉，因为侧面去看我们的甲床最高点与我们前面指尖的高度正好是一个水平线，一个水平线。我们只要打掉那一圈，基本上它就 OK 了。错条斜放，让甲床的最高点与我指尖的位置都在错条上面，这样我动一下，是不是就可以让我甲床最高点与我的指尖是相互平行的？轻轻的去蹭它，因为这部分我们并不需要磨很厚的厚度啊。我们现在打磨的这个错条是多少？120目，120目是相对较粗的，排血力较强，所以用这个错条我们是修大型的。
确认大型会非常快速的修掉。磨的过程中去确认一下指尖，不要磨得太多了。哎，现在就刚刚好，看指尖的厚度，指尖顶端的厚度与两侧边的厚度是一致的。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打4面和5面了？因为我们现在铺的胶并不是非常厚，不是像做人造甲床一样那么厚，我们现在铺的基本上都是刚刚好的，所以我们磨也是按照5面修行的方式去磨，4面跟5面，现在是磨第5面，还记得吗？其实前面磨的就可以了，看到了吗？啊，这个第5面被磨到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磨第4面，也是错条斜放，确认都覆盖住我们的甲床最高点与我们指尖的位置，然后我们轻轻的去错它，带掉多余的部分，不要往下过分压，只要让它协调就可以了啊，都磨掉。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我们两边的对称性。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5面，是不是确认了这5个面大概的厚度都是一样的了？厚度一样了之后，我们再去过棱。那么欧美方，我们的甲沟直线与地面水平线平行，我们的指尖高度与甲床的高度是不是平行？对，好，它们都是一样的关系了，符合我们的欧美方的关系了。确认了之后，我们来拉指尖直线。好，拉完指尖直线，我们来看一下测试的这个角，两边的角都是90度的，两边角全是90度啊。指心，这次教大家如何去掏指心。如果一开始我们的长度确认的是 OK 的话，就没有那么厚，因为我们前面做的比较长。那如果说你在磨短了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掏指心呢？用到的打磨头是这个大 C 弧的绿标打磨头，它的排血力比蓝标要强很多，转速我们这个时候放在10左右就可以了。好，我们把指心翻过来了之后呢，用这个打磨头的尾部，它本身是一个较大的 C 弧，用较大的 C 弧去打磨，从中间往两边的方式去打出它的 C 弧，确认它的厚度。先确认指尖的厚度，指尖厚度确认差不多了，然后把两边的厚度确认。先往一侧打磨啊，另外一侧肯定现在是顾及不到的，我们一会儿还要换转向，否则的话就会容易打滑，一下飞出去。好，我们来看一下左边打磨成这个样子，确认好它的宽度就可以了。我们是先确认外面，再确认里面啊。如果你里面先确认好，外面万一薄了，你还得再加胶去给外面再去做填充。好，我们换 R 的方向，反向旋转去打磨另外一边。在打磨期间，不断的去调整，要看左右两边的对称度。好，我们来看到它一个 C 弧，把它打圆了之后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5面的形状。好，5面怎么去确认？前面我们刚开始修的时候，先修的1面与2面，先把1面、2面的直线拉完之后，确认它的厚度是对等了之后，我们再确认3面的厚度，就是指尖的厚度。指尖的厚度拉完以后，我们确认4面和5面它们两个的厚度，也就是让5个面基本上均匀，在指尖的厚度是一致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去进行5面的棱角打磨。侧面来看，指尖的高度与我的甲床最高点的高度，它是平行于我的甲沟直线的，平行于甲沟直线。那甲沟直线是平行于地面的，所以它们是3线平行。这样的话，我的筒形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接下来我们用180度的错条进行棱角打磨，因为这一步的厚度已经确认了，我们需要非常精细的去修我们的棱角。错力太强的话，可能会不小心一下子修过度就给它修薄了。把棱角打掉。先打棱，棱打掉了以后，我们再把它整个均匀一下拱度。好，我们来观察一下现在修完形之后的状态啊。首先来看指尖的位置，指尖视角要保证顶部的拱度与底部的拱度它们是协调的。然后再看厚度，厚度的话，它整个一圈的厚度全部都是一致的。然后左右两边的角一定要确定它是有厚度，不然的话很容易在生活外力的磕碰当中会出现缺角的情况、缺失的情况啊。然后俯视角度，我们看到两道侧面，它两个侧线就是我们的甲床直面的位置是一个筒形。好的，我们侧视角度来看一下，主要确认我们的甲沟直线，它是与我们的3面的这个直线是一样的平行角度，对不对？是完全的方的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俯视角度的这个面啊，我们现在只需要去打磨衔接处的这个位置，让它变得平滑就可以了。用到的是金刚棒头，转速的话，我们用到的是10,000,000转。好，我们来打磨衔接处，打磨的时候注意稍微轻一点，因为本身它的胶量已经完全是贴合的了，我们只需要考虑它的平滑度就可以了。金刚棒头可以非常精细的打磨到我们想要的精致感。确认高度，不要把高度给打得缺失了啊！高度跟后缘的关系也是一个不要那么突兀的关系，但是能够明显看到它的高点是在后缘的1/3，甲床后缘的1/3啊。好，我们擦掉粉尘，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款式的环节了。后缘的口袋内部我们是没有打磨的啊，因为它衔接到口袋里面已经是非常干净的状态了。俯视视角、侧视视角、指尖视角。好，接下来我们把甲沟处的灰尘擦干净，95度的酒精清洁一下。涂水彩磨砂封层。关于水彩磨砂封层和隔粉摩擦封层的区别，我们在胶性讲解的课程当中已经给大家去提到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两种封层的区别和使用方法。照灯2个60秒。白色彩绘焦点中间，宁少勿多，因为不能用酒精擦。海绵拍拍，从中间往渐变外扩，转圈圈逐渐外扩。第一遍不用特别白，主要营造氛围感。照灯1分钟固化。第二遍彩绘焦点中间重复刚才的动作，转圈拍拍，不要超过第一遍的范围。照灯1分钟。第三遍重复刚才的动作，不要超过第二遍的范围。每一遍都要少量，如果做错了，酒精擦掉就会斑驳难看，所以尽量一次性完成，不要返工。3遍渐变腮红完成以后，开始画线条。蘸取黑色彩绘胶，围绕边缘一圈勾勒细线。绘画时候注意线条不要太粗，侧线要画直。在侧线1/2处画横线，反面也是一样，两边对称即可。接着我们把直角位置画出半圆，让它变成圆角。第二个角，第三个角，第四个角，完成了。接下来涂封层。好，最后呢，我们用轻建构钻石封层给它做一个封层。这个轻建构钻石封层的它的流速呢，是介于瓶装的钻石封层和这个硬石封层之间的，它会比瓶装钻石封层张力更好，也就是我们是可以做出一个小小的这个高点建构的，但是也不需要做非常高的厚度啊。它的好处是，比方说像我们指甲上刚刚画到的这个彩绘胶的线条，它是有一定的肌理的。那我们如果用瓶装的钻石封层，你想要去做出把这个肌理覆盖，再去给它增加厚度的时候，就容易留甲沟了。但是微建构钻石封层，我们在增加厚度的时候，就可以非常好的覆盖住这个小小线条的肌理，达到极致单色的一个非常光滑的饱满的状态。第一遍找框架还是跟之前一样的，沿着我们原来底胶范畴的这个框架去打它。每一层在涂布的时候都要保证这个胶的边缘非常的干净，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淅淅沥沥的那些不整齐的边界线。好，范围找好之后，我们来取适量的钻石封层，给它做一个轻建构，以建构的形式往后推，指尖一定要朝下，这样的话不容易流到甲沟去。轻轻带动我们的胶体往前面走，往指尖处走。建构的方式，它的口诀就是先把整个甲面铺匀，铺匀了之后，我们再去看哪边有不均匀的地方，把胶多的地方带到胶少的地方就可以了。主要是让整个甲面都铺满了胶，由于它有流动性，我们在倒置的过程中就可以塑造高点了。好，倒置回来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光圈基本上差不多 OK 的啊，然后我们抓紧时间照灯。好，照灯回来以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刚刚的轻建构钻石封层的效果。后缘进口袋，灯柱是平滑的，前后左右游走非常的干净，这个灯柱是游走非常的自如，非常干净，边缘干净，它能非常好的把刚刚我们画的这个线条的肌理给覆盖住，但是又不会觉得像硬石封层一样做的非常完全的包裹的那么厚啊。所以轻建构钻石封层非常适合我们非常轻微肌理的。好的，这是4个彩色延长胶的完整展示。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就可以做出这样比较五彩斑斓的一个延长效果，不需要用彩色的色胶，也可以一步完成。其实彩色的延长胶最好的操作方式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节约很多的时间，硬度又够，一步到位，非常好。好，接下来我们用钢板锉
240目或320目，两面它是两面的，我们用240目的先给它大致的修一下，确保我们的每一层的胶体都在同一条分界线上，我们的封层啊，我们的延长以及画的彩色的线条都是在同一条直线上的。有时候你有可能会涂色胶，对不对？色胶，那你在每次涂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保证手工操作每一个边界线都是整齐的，所以封层之后去打磨我们的底部轮廓线是俄式特有的特点。好，来侧线也是一样的，甲沟直线不需要去磨得非常多，只是为了带一下，只需要带一下每一层胶，它只要让它整齐就可以了。啊，这边也是的，打磨底部形状线可以让整个边界线变得非常锋利和充满高级感。扫去粉尘以后，来看一下最终效果。我来看一下俯视效果、侧视效果，还有指尖位置、指尖角度。好的，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了，谢谢各位同学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